大家好，我是曼大，欢迎来到曼好频道。本集影片制作时间是2025年3月28日。曼好频道的理财主题分类有房贷纯股套利系列、零成本纯股系列、美债 ETF 实战系列、全持股实战系列、动能致富系列以及特别篇的重点分享。您可以挑选自己感兴趣的主题系列，认真研究，我相信您肯定会有所收获。上周谈到我们即将启动一个新计划——千万房屋增贷套利新计划。我计划用一笔新的1000万增贷资金，规划3年的布局时间，一步一脚印的往前走，完整示范如何使用房屋抵押贷款，透过自主 ETF 股票布局，用股票的获利来缴交房贷的套利计划，以增贷新台币1000万元，贷款利率 2.5% 来计算，每月预计还款金额是39512元，每年还款金额预计是47.5万元，开办费是6000元，补充的设定费、地震火险费用确认后，再跟本友分享。曼大打算购买什么股票，怎么分批布局，逢低加码策略，台股美股配置比重，预计现金保留多少部位等等问题，曼大都会在接下来的影片中一步步的跟各位版友来说明。今天这集频道会员房贷套利计划第1集，分享我们新计划的部分筹备内容。倘若您跟住曼大一路走下去，一定可以持续提升财商的水平，帮助您加快实现财务自由的阶段目标。今天影片的内容会比较简短，先从大人哥昨天撰写的文章来谈起。曼大对于文章内容是很有感触的。许多人认为自己不借钱叫做有信用，这是非常大的认知误区，因为能够借到一大笔钱的人，才是真正被认定为有信用的人。想知道您自己的信用有多少，去试试看借钱吧。借10万，借100万，借1000万，借1亿，试看看你能借到多少钱，您的信用就有多高。当您实际去借钱之后，才会发现自己的信用价值有多少。这个数字通常会比您想象中来的低。多数真正的有钱人都会借钱来赚钱，因为利息非常低，借钱的 CP 值非常高。大富翁和资产家都知道，多跟银行打交道，提高自己的信用平等，善用工具，提高自己人生赛道上的获利。曼大频道会员计划会准备1000万元的增贷资金，用3年的时间手把手示范如何用房屋增贷布局股票套利全过程。曼大近年累积超过5个成功辅导经验，协助亲友活化闲置房产资源，使用房屋增贷的工具，成功在股海中套利的实际，辅导获利金额从50万到超过600万都有。代表作是成功辅导有钱徒弟善用800万台币资源，在2021年美金汇率 27.8 元的时空背景下全部换成美金，并在2022年的股灾背景下，分批布局将子弹全部打进物，均价约在340元左右，目前未实现损益获利超过600万元，成功打造出一笔不俗的退休金，并且待徒弟5年后要真正退休时，市值肯定不止现在这样。行善是最好的投资，助人是最好的生意，利他共好可以做一辈子。曼大持续耕耘助人的生意，稳步将助人的生意推上轨道。倘若您是有闲置房产资源的版友，或可考虑加入曼好频道的专属会员，跟住曼大的示范与操作节奏，完整了解房贷套利的操作细节。频道计划每月更新1集会员影片，按月说明纯股套利的全部逻辑，并且定期报告执行的最新进度。您也可以在会员系统跟曼大一起讨论您所遇到的问题，或者您在选股逻辑上的问题，也可以请曼大帮您解签您有兴趣的股票，适不适合长期存股，以及曼大的看法为何。如同方才的报告，计划是1000万元增贷资金，利率是 2.5%， 每月还款金额是39512元。您可以看到，第一期我们还款39512元，其中只有18679元是本金，其余20833元都是利息。而随着30年的过去，当第359期的时候，每月还款金额一样是39512元，但已经有39348元是拿来还本金，只有164元是拿来还利息。如果顺利的完成30年期的房贷缴款，全部的借贷利息是4224359元。这笔金额除以1000万，约莫是 42.25% 的投资报酬率。您只要在30年的期间中，用您借来的1000万元来赚到超过423万元，您就有获利了。如果您用借贷的利率来计算，您只要选对工具，有把握每年稳稳赚超过 2.5%， 您就可以实在的获利了。对于有在研究投资理财的朋友，一点都不困难。所以说，我们的目标是使用借贷来的1000万元，在每年还款 47.5 万元本金加利息的现金流情况下，稳稳的取得 2.5% 以上的报酬率，这样就可以稳稳的套利了。至于能够套利多少，就看每个人自己的功力了。在目前限贷令的时空背景下，我们有机会申请到30年期 2.5% 利率增贷资金，相当于每年稳稳的赚超过 2.5%， 就有进行房贷套利的空间了。
那要怎么稳稳取得 2.5% 以上的报酬呢？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，您值得细细探索最适合您的那一本。好书不用多，真正有用的一本就足够。您把一本理财好书读到通透，或许胜过您读超过10本100本理财书籍。李小龙曾经说过，我不怕曾经练过1万种踢法的人，但我怕一种踢法练过1万次的人。如果您想在股市中稳稳的获利，或者在投资上取得不错的成果，那么您就必须定好自己的目标，专注然后坚持到底。成功没有奇迹，只有累积。曼大给您一个明确的方向，只要您认真研读《阿甘投资法》这本书，找到一个您比较喜欢的投资策略，认真将这个策略贯彻到底，5年后、10年后再回头来看，应该可以取得不错的成果。阿甘投资法是缺右上老师在2020年的著作，曼大辅导徒弟获利超过600万的代表作，就是使用阿甘投资法中所提及的方法。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，曼大也已经将本书中的重点摘要都整理出来，光看这些摘要的重点，相信您就可以有满满的收获了。书中自有黄金屋，宝贵资源别轻忽，倘若把握不易有，曼大随时等您呼。从巴菲特过往的成功的历史来看，美国市场毫无疑问的绝对是最佳的投资市场屋。美国没有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，纵观过去的表现，3代牛的股市表现，能够早一点参与就不要晚一点才参与。投资布局最好不要只偏重在台股的市场，适度的参与美股市场，对于资产配置以及分散风险的考量上，绝对有加分的效果。当然台股的优点也很多，借贷利率非常低，可以使用低利率的质押杠杆，杠杆型 ETF 的使用环境友善，波动扣税比美国杠杆型 ETF 友善很多，等等非常多优点，这里不展开说明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大人哥杠杆 ETF 投资法这本书。回到主题，从阿甘投资法整理这张图表绩效来看，台美股混搭结果可以提高报酬。作者刻意排除了1990年台股历经19根跌停，从12682点惨衰到2485点的重挫这个区间，当年底有反弹，大盘当年底收在4530点，这一年高低点的震荡幅度高达 80%， 年度跌幅是 52.93%。 把如此不利比较的年度排除，用1991年起算到2019年，用这段时间来比较结果。从1991年开始回测，把20万美金全部投入到台股，到2019年汇变249572元，台股没有计算股利再投入，把20万美金全部投入到美国标普500，美股有计算股利再投入，到2019年会变成343.7万美金，这个差距很惊人。这张表中，作者选择1989年作为另一个回测年份，因为1989年台股年度成长 88%， 美国当年是成长了 32.5%， 照理来讲，一开始有这么大的差距，台股应该有机会跑赢美股，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。近30年来，台股表现还是严重的落后美股的表现，可见只有1年或者短期优异的表现是不够的。这就是巴菲特所说的，找一个湿漉漉且够长的道路，再加上一个足够斜的坡度，就可以滚出一个惊人的雪球，美股就拥有滚大雪球的环境。我们把台股、美股年底累积报酬加总后除以2，做一个再平衡的动作，赚钱的地方往赔钱的地方来移动，以期待来年时赔钱的一方有机会反弹。从1991年投资下来，台股、美股混搭的成绩为170.2万美金，绩效比单一投资在台股好很多。第二个选择1989年开始回测的结果，台股、美股两者混搭成绩是195.7万美金。作者从不同年份的回测结果来看，台美股混搭是一个不错的策略，不论是从股市特性，或者是资产配置的规划角度，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。不要只偏重台股市场，曼大会使用美股来布局，所以需要准备副委托的美股账户。这边我参考市场先生整理的文章，进行重点摘要说明。1. 副委托投资美股时，多数券商都有提供双账户的功能，也就是可以台币账户跟外币账户都开，在交易的时候再选择用哪个币别交割。2. 如果可以双账户交割，请跟券商说要连结双账户交割，也就是可以台币账户跟外币账户交割都可以，在交易的时候可以自己选择用哪个币别交割。3. 如果只能选一个，建议选外币交割。从成本的角度看，用外币账户交割，扣款还是比较划算，每次交易大概差 0.3%。由于曼大在长期布局的投资计划上，可能会使用到杠杆 ETF 来增持现金，所以事先申请好可以购买杠杆 ETF 切结书、风险预告书，这是一定要先处理的。所以第一，填写可购买杠杆 ETF 的风险预告书，开启可购买杠杆 ETF 的权限。第二，股票借贷账户的开启，台股质押账户，额度设定，暂定跟借贷金额一样的1000万，质押账户的额度，未来可以视情况跟券商讨论调整。一开始曼大不会使用质押工具，但是随着台股账户布局全部完成之后，或者倘若遇到股灾等等场景，有质押工具的预备，
就可以在股灾时有一笔额外的紧急预备金，或者在布局完成时，有机会透过质押放大套利的空间。所以说，股票借贷账户的准备，以备不时之需也是非常必要的。以上是我们频道会员房贷套利系列部分正在筹备中的计划内容分享，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中，您能够有所收获。至于1000万资金的布局计划为何，以及曼大候选的股票、逢低加码的策略、台股美股配置比重、现金保留的部位等计划，会在接下来的影片中陆续跟频道会员来分享，敬请版友期待我们下集的分享。未完待续。